刚刚我们跟各位说明完第一个问题，再来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拿外国离婚判决，为何可以不通知他方配偶，就可以单独的来做离婚登记呢？这个最主要涉及的是户籍法第34条的规定的解释问题。大家可以翻开户籍法第34条的规定。户籍法第34条的规定，他这边说，离婚登记以双方当事人为申请人，但经法院裁判离婚确定、调解或和解离婚成立，或其他离婚已经生效者，得以当事人之一方为申请人。所以34条它的本文的规定，离婚登记是需要两造都要到场的，以双方当事人为申请人。但书规定的是例外，经过法院裁判离婚确定。所以我们的实务上面可以拿外国的离婚判决单独的到户政机关去做离婚登记，应该是因为户籍法第34条但书的规定的原因。为什么法院裁判离婚确定的时候就可以不用双方当事人到场，只要一方呢？因为既然是透过法院的程序，所以会有经过合法的送达通知，所以另外一方的配偶，他其实现实上不太可能不知道提起离婚诉讼的这个事实。但是我们讲的这种跨国离婚则不然，另外一方常常被蒙在鼓里，不知情，不知道外国法院离婚的这个提起。所以这个恐怕户籍法第34条的解释，它这里所指的法院裁判离婚，应该是要这个限缩解释，它只适用在国内的裁判离婚为限。它这个但书的规定，对于跨国的涉外的离婚，应该是没有适用的余地才对。我们的法律条文上面所指的法院，当然解释就是指我国的法院，而不包括外国的法院。如果是在指外国的法院的话，法律的条文势必会明文的记载是指外国法院。比如说刚刚我们谈到的民事诉讼法第402条，它就是针对外国法院的确定判决来这个规范是否要承认的这个具体的基准，所以它在条文里面就很明确的指外国法院的确定判决。另外再举例民事诉讼法182条之2，这个我们在离婚平行诉讼的单元里面有去谈到这一个条文。它这里是处理国际诉讼竞合的条文。它这边第一项规定，当事人就以起诉于外国法院之事件更行起诉，如有相当理由足认该事件之外国法院判决在中华民国有承认其效力之可能。所以如果是指外国法院的话，我们的法律条文就会明确的指，就是会明确的规定外国法院。所以如果没有明确的规定外国法院的话，而只有写法院的话，这个当然解释就是以我国法院为准。这里的法院当然就是只有指我国的法院。
所以为什么户籍法34条的这个但书这边的规定，经过法院裁判，我们的实务会将它解释为包括外国法院，这个实在是一件值得检讨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我们的这个课程呢，跟各位所说明的就是说，这个户籍法34条的这个规定，但书经过法院裁判离婚确定的这种场合呢，可以以当事人之一为申请人。这个应该是限缩解释在只有以国内的离婚裁判为准，而不包括外国的这个离婚裁判。为什么？因为这个当事人往往他是蒙在鼓里不知情的，或者是看不懂没有附中文翻译的这个书状传票啊。所以我们来做一个总结，从这个外国离婚裁判的承认与执行的这个制度来讲，这一种由有责配偶跑到外国法院所取得的离婚判决，依照民事诉讼法402条，特别是第1款、第2款、第3款，都应该不予以承认。还有依照户籍法第34条的这个规定，应该排除但书规定的适用。就结论来讲，这种有责配偶到外国去取得的这个离婚判决呢，是不应该承认的。希望我们的户政机关可以这个刑事审查的时候，针对这个部分可以这个多加注意。即便是有刑事审查权，但是应该也要拒绝这种离婚登记，不然的话，这个再要求当事人再去另外提民事诉讼，这个实际上对于另外一方无责配偶来讲，是一种实质上的不公平，还有事实上的折磨。不晓得各位这个听完了我们这个单元的课程以后，你觉得呢？你有没有任何的意见？希望你可以上我们的这个课程的留言板来跟大家一起讨论交流一下，或者是有什么样的问题，欢迎各位提出来。我们这个单元的课程呢，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谢谢各位。